年过60要少做运动。医生坦言，不想瘫痪在病床，避免这两项运动。老张是一个对生活有探索精神的老头，尤其是运动方面。年轻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工作时间比较长，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各种运动。退休之后，时间充裕起来，老张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开始研究及各式各样的运动。本以为不同的运动都会让自己的身体更为健康，但没想到某一次的检查让他彻底放下这个观念。原来，老张被检测出患有膝盖和腰部方面的损伤，医生明确建议要立刻停止大幅度高强度的运动，只能做一些小幅度强度低的运动。那么大幅度高强度的运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一、老年人运动要适可而止。一提到运动，想必大多数人脑袋里冒出来的词都是正向的，比如说身体健康、心态平稳、生活自律等等。确实，运动本身是一件非常有益于身心的事情。从身体角度方面，运动可以增强心肺耐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人体在运动时，身体会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和养分，强度越高的运动或者锻炼时间越长，人的呼吸频率也会增加。这其实是因为心脏的收缩次数越来越快才出现的现象。与此同时，达到一定时间后，心肺在供氧氧气的同时，需要将肌肉中的废物带走，让身体更加平衡和健康。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适当的运动有利于骨骼和肌肉的生长，提高抗病能力，让机体更加适应不同环境变化。运动还能让皮肤更有弹性，让皮肤抵抗自由基的屏障越来越强，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更关键的，适当的运动还有利于心理健康。这主要是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人体会释放大量的内啡肽、多巴胺等让人感受到兴奋的物质，而这种积极的情绪就会缓解人体紧张情绪，从而改善生理和心理状态，让人更好、更快速地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睡前适当运动，比如说做一些拉伸或者瑜伽，可以让人更快地进入梦乡，并提高睡眠质量。运动还能陶冶情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看到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好，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健康，也能提高自信心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中，通过运动不仅可以培养集体团结的精神，还能带来更多更广阔的人际关系。运动本身就是对身体有益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运动，没有节制的运动都是对身体有益的。比如随着年龄增大，身体各项机能都处于衰退状态的老年人，有些运动就会损伤身体。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老张，虽然喜欢尝试不同运动，但是却并没有为自身带来更好的身体状态。而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知道有哪些运动老年人是不能做的。以下所提到的2种运动就要竭力避免。对此，甚至有医生提醒称，若不想瘫痪在病床，尽量避免这2项运动。2、老年人不建议的2种运动。1、高强度有氧。第一种运动指的是高强度有氧运动。高强度有氧运动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快跑、登山、高强度有氧操等等。虽然说有氧活动能够提高老年人群心脏和肺部的氧气含量，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生率，但是选择高强度、选择超出老年人身体负荷的有氧运动，就是等于伤害身体。年龄增大意味着骨骼和关节灵活度减弱，变得不再坚硬，对运动的承受能力和抵抗力在下降。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恰恰就是在挑战生理自然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前面老张所出现的那样腰部和膝盖问题。除此之外，之所以要竭力避免高强度运营运动，除了因为对身体的伤害外，还因为老年人一旦出现身体伤害，身体的恢复成本非常高。这同样是因为年纪增大，血管、血液无法像之前那样保持高效率的运作，愈合的时间越来越长。2、高强度无氧。第2种运动指的是高强度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大家应该也都有所听说，这是一种相对于有氧运动而出现的另一种运动形式。正如它的名称一样，是要肌肉在缺氧的状态下进行的运动，并且这类运动有2个特性，一个是强度大，另一个是速度快。正因为这2种特性，在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乳酸，
在肌肉疲劳的同时呼吸急促。同时为了保证无氧运动提高肌肉稳定性和耐力性的目的，要每隔2-3天就要做一次运动。等身体适应之后，还要逐步加大数量或者加大重量。而这些特性意味着老年人群的身体无法长期保持。就比如无氧运动中最常做的深蹲，这非常考验对关节和肌肉的承受力。老年人因为身体的影响，经常做这种运动势必会造成组织扭伤或撕裂。更不用说像年轻人那样做杠铃推举、硬拉等等，这些运动都会让身体承担更多的负荷，再加上时间的累积，身体损伤过久，带来的疾病风险就越高。更何况无氧运动必须要保证姿势的正确，否则身体所要承受的损伤愈加严重。3. 老年人可以做什么运动？那么问题也就来了，老年人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其实答案就一个，那就是身体能够承受的运动，中低强度运动。1. 散步。散步是最推荐老年人做的运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很多老人在吃完晚饭后，跟随自己的老伴在街道上走一走，或者围着小区转一转。虽然这可能是一种为了娱乐而随便走走的行为，但是从健康角度，这确实是非常适合老年人进行的一种运动。原因无他，散步速度的快慢、时间的长短可以根据自身的感觉随意调节，并且正确的走路姿势可以让全身各个系统更为协调。比如，正确的走路姿势必须抬头挺胸，胯摆正，腹部发力，由臀部带动大腿到小腿的运动，脚底要从脚后跟过渡到脚边缘，再到脚尖。完成这一系列运动，全身都会被激活，身体就会更为协调平衡。而说到具体散步的方法，也可以随时调整，任意选择。比如说快速散步，也就是让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换算过来就是每分钟走90到120步，坚持半小时到40分钟。这种比较快速的散步方法适合于慢性关节炎或者处于肠胃道疾病恢复期的人群。比如说摆臂散步，顾名思义就是在散步的过程中加大两臂摆动的幅度，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摆动双臂。在此基础上，每分钟走60到90步，时间最起码维持在半小时。这种散步方法可以有效增强胸腔和骨关节功能，为有效预防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胸闷、肩周炎等不适状态。还有各倒退散步，也就是先往后走再向前走，比如先向后走100步，再向前走100步，如此反复，感受到轻微的疲劳就可以停止。这个运动可以有效增强老年人的腰腿、肠胃，换句话说，如果腰腿、肠胃出现不正常状态，这个散步方法可以有效改善。2. 打羽毛球。除了散步之外，第二个推荐老年人做的运动就是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同样可以起到燃烧卡路里、让身材越来越好的作用。更多的是，打羽毛球之后的轻微出汗可以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体的疲劳感减少。而对于老年人而言，打羽毛球可以通过低强度的方式改善肺脏功能，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促进肺的呼吸，预防肺部的慢性疾。除此之外，老年人还非常容易得骨质疏松症，而打羽毛球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骨质疏松，增强骨骼密度与坚硬度，从而增强人体质量。当然，如果年龄在80-90岁，也不一定非得通过任何专门的运动才能保证身体健康，比如通过做饭、洗碗、拖地、打扫等日常生活习惯也可以起到锻炼的效果。如果在做的过程中心态保持积极，情绪稳定，心理也会更加健康。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老年人的关节灵活度下降，需要在运动前和运动后做充分的拉伸和按摩，尽可能的减少对身体的伤害。结语：不论在任何时候，好的身体是进行任何事项的根本和基础。然而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身体也越来越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而想要决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需要老年人在进行运动时做好取舍和抉择。这不推荐老年人做的运动就是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相反，最推荐老人做的就是中低强度的有氧或无氧。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散步、打羽毛球、做家务活之外，老年人还可以选择瑜伽、普拉提、打太极等等。
只要自己的身体感觉到舒服，就是最好的运动，你说对吗？